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就来讲讲环球时报这个民意调查。这个民意调查内容还比较多啊，我选了4个内容啊来跟大家报告。那么第一个内容呢，是他问5年前提到西方国家，你心里是什么感觉？他有3个答案，一个是羡慕啊，那么羡慕占 37.2%， 然后第二个是平视啊，占 42.1%。第3个是鄙视讨厌，占 18.4%。那么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今天提到西方国家，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啊？那么平视 8.1% 啊，仰视 8.1%， 平视 48.3%， 俯视 41.7% 啊。那么基本上都是俯视和平视啊。那当然，我们首先就是我们假设它是真的啊，我们来评论一下啊。那这是2个这个心态上的变化。5年前大体上是平视占多数啊，占 42%啊。那么羡慕占 37%。5年前这5年下来，这个变化非常的大。仰视的已经只剩下了 8% 了啊，剩下的都是平视跟俯视了啊，所以这个心态变化非常的大。那么这是一个啊，这心态发生变化，于是呢就出现了2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就问，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你最愿意去西方做什么事情？第一个是旅游，占 54%， 第二个是留学，占 10%。啊，另外还有一个就不想去了啊，不想去了占 25.9%， 非常的高啊，已经占第2位啊。那么而且留学跟旅游分别都下降了 53% 和 38% 的这个意愿，就是说意愿比原来降了很多，这是意愿已经有发生影响，发生变化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认为中国在哪些领域的影响力已经超过西方国家啊？社会治安 60%， 认为 60% 的人认为中国的治安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第二个是对人权的尊重，占 57% 啊。第3个叫历史文化，占 53% 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按照环球网按照环球时报啊，环球时报的调查，这5年来中国年轻人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原来还是基本上是比较尊重啊，比较羡慕西方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大部分是平视，而且甚至是俯视的了，羡慕的没有了，剩下 8% 啊。这心态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那么然后这个心态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其实是第4点，是什么？是你认为中国在哪些领域改变了，就是已经超过了西方。你可以看这3个问题，这3个问题答得非常的妙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治安， 60% 的人认为中国的社会治安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人权的尊重啊，中国尊重人权啊。第3个是历史文化。这3个问题答得非常的妙，为什么？正是在这3个问题是中国最严重的短板啊，就是说中国存在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个为什么在这个严重的问题上面，中国这年轻人反而把这事情给翻过来了呢？这就是认知出了问题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治安，很多中国人觉得，这不是年轻人，其实大部分中国大陆的民众都认为中国的治安很好。为什么？这就是认知的偏差。只有2点。第一点，中国的媒体是不报道社会案件啊，基本上是不报道，除非什么追个逃犯什么的，那会报道一下。但是基本上地方报纸、地方媒体是不报道当地发生的治安案件。那你想一下，你在一个城市里面，你只是生活在一个点上，那你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案件你是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你当然不觉得它有治安问题啊。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觉得西方国家治安不好？西方国家治安不好的原因是因为西方媒体每发生一件案件都会报道，甚至直升飞机在追踪那个逃犯的汽车，那直接报道，这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所以中国人在治安这件事情上是有认知上的偏差，偏差的原因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中国的媒体，这是一个。第二个，人权问题。人权问题，我们说这个地表上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有数的几个严重的，其中排的前列的是中国。但是中国认知上有偏差，偏差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还是媒体啊，媒体它当然它不报道所有的有问题的这个事件都不在官方媒体上出现，这老百姓不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认知上有问题。就算你知道，他进行另外一个方向的解读之后，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是最能够反映特征的了。中共从建政到现在，破四旧文革，中国发生对文化的摧残，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程度。所以你说中国在历史文化层面超过了西方国家，这三个认知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年轻人对当今世界，对他所处的世界，他的认知出了问题。那说明什么？说明两点。第一条，中共在大陆对信息控制已经到了空前的程度。唯一可以跟它相提并论的是什么？是文革。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信息控制程度跟文革时代是一样。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共通过这个信息控制，对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他对他们进行洗脑的程度已经到了空前的水平啊。那么实际上对中国年轻人，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我认为有三个层面、三个层次或者三个领域。第一个，宏大叙事的自我吹嘘啊，这个不要以为这个吹嘘影响不大，吹嘘影响非常大。比如说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国，很多年轻人看得热血沸腾，他对中国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对中国和世界对比的关系，它的来自于这些宏大叙事。这些宏大叙事可以在某个程度上满足什么呢？满足这种群众的这种虚荣心。这有点像什么？这就像你想，当年的纳粹最喜欢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集会游行，火把游行，群众聚合在一起，广场人山人海，统一的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喊口号等等。这种动作是什么？这就是那种宏大叙事对人的这种催眠，它满足某种，它可以形成某种安全感，它也可以满足某种虚荣心。这种宏大叙事，中共这件事情玩得非常的普遍，用的非常的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基本事实的扭曲，还有对常识的污名啊，就是你可以看啊，在中国的语境当中，在官方媒体的语境当中，像民主、像爱、像自由，它都把它变成什么？所谓的，它前面都会加个所谓的啊。就中国，比如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中共在宣传这些东西，就是他把这些我们讲的常识，把是人类美好的东西，把它污名化，把它拧过来，然后对基本的事实进行扭曲啊。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这个治安问题，治安问题不让你看到，但实际上你去这些城市里面的这些像什么，像城中村，你看一下那些治安问题，那到了什么地步，你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那你就好办了，这就是这个问题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现实当中对异端进行无情的打击啊，这一点对年轻人的影响也很大。他就是说，给他们一个心理暗示，你不要跟其他人想的不一样，你要想的不一样，你下场你就会遭到无情的打击。这三点实际上是在改变什么？改变这些年轻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世界的感想。这个会改变什么？当然，首先改变他的意愿，对吧？他改变他的意愿，改变了意愿之后，再改变什么？改变态度，态度就不一样了。这种不同的态度，它就会在具体的事情当中，它就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讲，这种洗脑，这种对年轻人这种洗脑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有这几个啊。第一个，对世界的认知存在巨大的缺陷啊，他看问题是有缺陷因为这里面就是他的参照系有问题。首先是参照系的问题，他参照系有问题，然后他最后导致的结果认知有缺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自身的判断失去了客观的评价。那你想，参照系有问题，那他看外面是有问题，看自己也是有问题，内观也是有问题啊，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自己啊，或者是他错误的评价自己，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的意愿就改变了，他不愿意去了。西方治安不好，你们的纽约治安不好，不去了。那25%的人已经说他不想去了，就改变他的意愿。那么第四个，当然就是战狼，就怎么出来了。所以他们未来的表现是什么？第一个，夜郎自大啊；第二个，粗野无礼。你看一下那个谁，华春莹啊，或者这个外交部的这几个发言人，粗野无礼啊。第三个，固步自封。为什么会固步自封？不能跟别人一样，不能跟别人不一样，会被打击的，固步自封啊。第四个，唯利是图啊，这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讲的都是这些故事啊。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的这种态度的改变，它并不是来自于自信，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错误的判断，来自于错误的理解啊。那么这个情况发展下去，那么就会改变什么？改变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态度，改变中国人对待世界的态度，也会改变世界对中国的态度。那这就是会有反馈的。所以从总的情况来看，这件事情的往下发展，最重要的结果是什么？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中国和西方慢慢会形成一种某种程度上的对立，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心态上，都会呈现出一种对立的状态。这就是未来的一个场景。好，就这样。